士兵们齐声应和着雷昂的呼喝而全速前进，青龙骑士团终于杀进了战场。他们的投入彻底粉碎了索菲亚王军的顽强防御，顷刻之间，索菲亚军的阵型被完全打乱了，战局已完全倒向了卡奥斯一边。索菲亚军已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被分割包围成若干小群体，做最后的抵抗。但若说全部的索菲亚人都无还手之力，那可是大错特错了。诺兰德夫王的圣剑兰克贝尔特至少包揽了帝国军1/4强的死伤人数，他一直试图将分散的皇家骑士团重新集结起来，但在青龙骑士雷昂的冲击下，反而与其他人失散了。卡奥斯帝国军的另1/4仇恨则应由杰克弗利特负责。看到他的黑色衣袍，在卡奥斯军的眼中就与看到死神无异。经此一战，黑杰克的大名传遍了整个阿伦西亚大陆。此时他的全身上下，连他的黑马都已被鲜血染红，在他身边方圆20尺的范围内，绝对看不到一个活着的帝国军人。如果杰克弗里特有和卡奥斯帝国的某些将领相同的习惯，把杀死敌方大将的头颅悬挂在马颈上的话，那么此时他的黑色战马上恐怕这时就要挂上7、8颗中队长级将官的头颅了。但杰克弗里特自己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他身边的骑兵已不足10名，副官梅雨率领着另一半的部下已经不知所踪，但他仍在乱军中四处搜索，希望能与诺兰德夫王会合。一群卡奥斯的骑兵队发现了这支小部队，而且看见了杰克弗利特盾上的军团长标志，他们显然只想到了生擒敌军军团长的功绩，而忽略了对方的实力，兴冲冲地围了上来。随着一声凄惨的哀嚎，为首的一名卡奥斯军小队长的脑袋飞出了老远，剑光闪动之间，另一名卡奥斯骑兵的剑连同手腕一起落到了地上。其余的卡奥斯骑兵目瞪口呆地愣了片刻。当第5名骑兵被挑下马时，有人终于叫出声来：“是黑杰克呀！”听到这个令全体卡奥斯军心惊胆战的名字后，他们就像奉到了逃跑的指令般，一溜烟地跑掉了。杰克弗利特微微笑了笑，正想继续前进，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而微弱的声音：“杰克！”杰克弗利特回过头去，看到了一张东方人的脸庞，是他的副官，战斗一开始时就失散的梅雨。他原来是被绑在马上，此时随倒闭的战马一起躺在了地上。“不要动，梅雨，让我看看你的伤势。”但杰克弗利特的脸色很快阴沉下来，梅雨的伤势已无法挽回了，他也不会说安慰的谎话。“没用了，杰克。”梅雨费力地说，“我遇到了陛下，他让我转告你，要你返回王都，履行你的诺言。我想法带你一起走，梅雨，也许克劳德首相有办法。”但梅雨推开了杰克弗利特的手，摇了摇头，而杰克弗利特却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道：“我答应过他照顾你的，你忘了吗？战斗结束后，我们一起回中金国去见他。”梅雨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微的笑容。“没用的，杰克，没有用的。”他慢慢地闭上眼睛，嘴角边仍带着笑容。然而，这一丝笑容竟成了他最终的神情，他的眼再也没有张开。杰克弗利特紧紧地抱住梅雨逐渐僵冷的身体，眼泪一滴滴地落了下来。他的部下们惊异地看着他，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军团长流眼泪。但只过了片刻，杰克弗利特就恢复了他一贯的沉稳与冷静。他将梅雨的尸体绑在一匹空马上，继续向战阵中航去。身边的士兵急忙跟上，一名部下犹豫着问道：“大人，您继续寻找陛下吗？”“是的。”杰克弗利特简短地回答了一句，就不再搭理他了。他们在遍地的尸体和残亏断矛间来回奔跑，不时的有一些失散的索菲亚士兵加入他们的行列。忽然之间，杰克弗利特感到了一阵难以言喻的悸动，是作为一个高明的剑手，只有在遭遇到极强大的敌人时才会有的预感。他不自禁地伸手握住了剑，目光转向一片树林后面。从那里传来了一骑马的蹄声，虽只有一个人，但所有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从那儿传来的一股惊人的气势。蹄声渐响渐近，那骑士从树林后转了出来，青蓝色的坐骑，青蓝色的甲胄，就连眼眸也如同最纯净的蓝宝石一般。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杰克弗利特本人在内，在场的索菲亚军没有人见过这位年轻的骑士，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谁。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盾上有一条青龙标记和标志着军团长地位的3颗星，
还因为他英挺俊秀的脸上带着一种常人永远都不会有的自信与高傲神色，是青龙骑士雷昂，卡奥斯帝国的第一勇士。虽然面对着许多敌军，雷昂的眼中却只看到了一个全身着黑色甲胄的索菲亚骑士。这些索菲亚人虽然经过了残酷的战阵，并随时将面临着死亡，可他们的脸上并无惊恐或疲惫的神色，因为他们跟在这个黑衣骑士的后面。索菲亚军的王牌，鼎鼎大名的黑杰克，在这场战争中，自己有许多优秀的部下在他的剑下败亡，想不到在这里遇上，难道是上天要自己为部下们报仇吗？好在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如果再能将他击败，从不贪心的雷昂这一次也一反常态，禁不住产生了过剩的战意。这或许是受了魔剑萨恩巴特的影响，但他毕竟是青龙骑士雷昂，立即又提醒自己不要轻视对方的实力。而此时杰克弗利特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当中，他看到从雷昂的肩头露出一截剑柄，这柄剑他太熟悉了，以前总是背在长剑官培奈德的背上，关键时刻就握在诺兰德夫王的手中，圣剑兰克贝尔特落在了雷昂的手中。难道陛下他已经？杰克弗利特不敢再想下去，他将一只手放在背后，向部下们做了个手势，令他们立即撤离，自己就催马迎了上去，同时拔出了剑。大陆上最负盛名的两位骑士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不期而遇了，他们从未会过面，却早已彼此闻名，彼此间甚至有惺惺相惜的感情。然而此刻，为了各自的主君与部下，两人心中都存有了杀死对方的念头。两人的坐骑进行了第一次交错，两人的剑也在空中相遇了。杰克弗利特以手中的银剑直削向雷昂的颈项，雷昂随手挡开。当杰克弗利特的剑接触到雷昂手中的剑时，他感到从那剑上传来一种奇异的力量，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奇怪感觉，夹杂着恐惧、死亡、焦虑等所有人类的负面感情。全身的肌肉在一瞬间都无法控制了，剑虽然仍握在手中，却已毫无力量，随着雷昂轻轻的推挡而荡了出去。雷昂此时只需顺势前刺即可洞穿杰克弗利特的胸膛。难道他拿的竟然是传说中的魔剑萨恩巴特？杰克弗利特的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他这时候才注意到雷昂手中的剑。这柄剑乍一看非常普通，剑身上没有任何光彩，甚至是一丝亮光都没有，但绝不是黑铁生锈的颜色，而是没有任何感情因素，令人一见之下就感到非常不舒服的死黑色。不过现在的杰克弗里特可是面临生死关头，对于雷昂手中长剑的样子，他只是瞥了一眼，更主要的是这口剑正向他的胸膛刺来。第一个照面就吃了亏，但杰克弗里特没有丝毫的慌乱神色，他的右手没有丝毫犹豫地放弃了剑，双腿发力，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冲向对手，同时以左手的盾牌砸向雷昂的战马，而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了气力的右手就点向雷昂的双目。此时由于两人相距过近，而雷昂的剑又太长，反成了累赘，一时间无法回防。这已经不是剑术，而是极高明的格斗术。但雷昂的反应也大出杰克弗利特的意料，他同样毫无犹豫地松手，任凭那帝国皇帝亲手交予的令无数人为之衷心向往的魔剑萨恩巴特坠落于地，一手拉将避开杰克弗利特的盾牌砸击，一手反扣杰克弗利特的右手腕，同样是高明无比的格斗术。两人的战马一触即分，谁都未能得手。当两人都无法够到对方时，他们同时用脚尖勾起自己尚未落地的佩剑，动作是同样的干净利落，以至于周围的士兵同声为他们喝彩。而当两人回马再次相对时，他们的脸色亦是同样的充满了吃惊和诧异。中金国的格斗术，想不到你也会。这是大陆上最负盛名的两大骑士初次见面后的第一次对话，也是唯一的对话。杰克弗利特说完话后立即率领士兵离去，而雷昂也毫无追击之意。对于杰克弗利特来说，他已确认了诺兰德夫王的不幸，而自己也绝不可能抵挡同时身负圣剑兰克贝尔特和魔剑萨恩巴特的青龙骑士雷昂，所以必须活着回到王都与克劳德大主教商讨对策。而就雷昂而言，自己一出手就以魔剑对付杰克弗里特，尚只是与之平分秋色，虽然只是一个照面，但对于他的自信已构成了沉重打击。当然他并不知道刚才那一剑已让杰克弗利特出了一身冷汗，使尽了浑身解数，若他再攻一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一战使得两人都发觉自己低估了对手，
也使得他们之间又多了一层相互敬佩和了解的情感。此时战场上已几乎完全平静了，还有一些索菲亚军的伤者在地上痛苦的呻吟。然而对于那些长期以来惯于同兽人族厮杀的卡奥斯帝国军来说，他们的字典中不存在仁慈这2个字。他们在以空寂的战场上四处游荡，发现有受伤的索菲亚士兵，就按照他们以前与兽人族作战的习惯，割断伤者的喉咙，剖开他们的肚子，乃至于砍下死者的头颅堆成小山丘，甚至对于投降的士兵也不放过。这些野蛮的习惯日后在青龙骑士雷昂、白龙骑士阿尔方斯等大臣的提议下被禁止。但在这一战中，谁都没有想到要阻止卡奥斯士兵们用对付兽人族的方式对付自己的同类。唯一的抵抗者来自索菲亚军的王旗下，那里的尸体已堆成了一座小山包，在这座山包的顶端，索菲亚的王旗仍然在高高飘扬。尽管有无数帝国军的勇者试图夺取它，但他们此时都躺在了这山包里，反成了王旗的垫脚石。长剑官裴奈德蹲坐在王旗之下，圣剑兰克贝尔特自是早已为诺兰德夫王所持，不过他自用的大剑巨人斩亦是一口极负盛名的名剑。这口与他的身体一般长大的巨剑已斩断了无数人的兵器，连同他们主人的头颅，剑身上却无一丝缺痕与血迹。长旗官倒下后，他就亲自护持这面王旗，他身下的这无数尸体证明了他的忠勇。他一直待在这里，像传说中的雷神一般，击杀那些觊觎他身后王旗的帝国军将兵，直到一个比他更高大的巨汉出现在他的面前。红狮子巴夏尔。裴纳德恶狠狠地盯着这个也是以大力气而闻名的敌手。他站在尸体堆成的山包上与敌对视，竟然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这使他心中第一次有了畏惧的情绪。他决定用语言来消除这种情绪。像你这么一个丑汉，居然也想得到珍妮特·夏洛蒂的爱，实在是太自不量力了吧。裴纳德虽然没什么头脑，此时也想到了利用这一点来打击对手，尽管他自己实在没资格去品评别人的相貌。一个真正的贵族应该是不会侮辱他的对手的，不过裴奈德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良好风度的贵族。毫无动静，巴夏尔仍站在原地。裴纳德的话语似乎未能取得成效，不过在巴夏尔四周围的人都看见了他的黑脸中泛出了红光，那是他愤怒的预兆。熟悉他的士兵纷纷后退，暴怒的红狮子可是绝对不能接近的。裴纳德本人当然不了解这一点，他决定再试一试。看看你的光头吧，真弄不懂珍妮特·夏洛蒂为啥能忍受每天见到你，这一次他一定是受不了你的光头才不出现。一声怒吼打断了裴纳德的嘲笑。裴纳德的嘲笑正打中了他的要害。夏洛蒂确实说过厌恶他的话语，而这一次夏洛蒂坚持与他分头行事，私下里也却有人议论是不愿与他同行。这使得巴夏尔狂怒起来，他一把撕掉了身上的锁子甲，全身的肌肉都紧绷并泛出红色。巴夏尔发出类似于狮子的吼声，抓起几具尸体朝裴奈德扔去，接着就自己冲上了尸体堆。裴奈德正中下怀，举起他的巨人斩就迎了上去，地上扬起了一股股的沙尘。裴奈德代表整个索菲亚军开始了最后的抵抗。两人的身躯很快为飞扬的尘土所淹没，只能听见两人发出的吼叫声，偶尔可见闪动的剑光。帝国的士兵从四面围拢过来，但谁也插不进手去。不过这场战斗并未持续很久，随着一连串的骨头碎裂声，巴夏尔那巨大的铁手臂像敲胡桃壳般的敲碎了裴纳德的铁头盔。确实是一个悍勇的对手，不过比我还差一点儿。他又俯身从几乎被打成肉酱的裴纳德尸体旁捡起了他的大剑巨人斩。真是一把好剑啊，居然没被我砸断，可惜我不用剑。他回头看看四周，除了一些仍在呻吟的伤者之外，周围已看不到一个站着的索菲亚士兵了。这么说我们赢了？巴夏尔回头问一名部下。是的，大人，我们全歼了索菲亚军。您听这欢呼声。确实，从四面八方都传来了帝国军将兵的军号和欢呼，胜利，继续胜利。这是法兰王朝颁布给每一个帝国将兵的座右铭，也是所有帝国军的